今天我们要讲的是2046新加坡未来人警告几年后灾厄降临，人类集体签下了毁灭同意判决书。如果你在2026年的某个瞬间突然想关掉手机看一眼星空，恭喜你，你刚刚触发了人类文明唯一的救赎漏洞。很多人以为未来毁于战争，但回溯者林却发现世界毁于我们每个人在荧幕上按下的那次自愿同意。在21世纪初的新加坡匿名论坛渠道上留有一段讯息，它并不是以预言者或救世者的身份出现，而是在未来史册中出现。林的名字被刻在位元与灵魂的交界处。他自称于2021年10月17日降生在新加坡丹戎巴葛的政府祖屋区，那是一个被钢铁与秩序环抱的港口之城。他的命运似乎早已写在基因的代码里。父亲是掌管钢铁巨兽移动的港口物流工程师，母亲则是传递理性圣火的中学理科教师。身为家中独子，他在极致效率与精密逻辑的浸润下长大，天生就能听见机器的呼吸。14岁那年，同龄人尚在虚拟世界游荡，林已能与 Python 进行灵魂对话。对他而言，程序码并非冰冷的符号，而是构成世界底层结构的符文。17岁，他踏入南洋理工大学的殿堂，专修人工智能工程。他在数据的海洋中如鱼得水，指尖跃动间，神经网络便能自发演化。22岁，他受命加入一家名为圣域的跨国科技巨头。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人类文明的最强禁忌——大模型与量子计算的耦合接口。未来人林说，2031年灾厄降临。那一年的星空被一种看不见的阴影笼罩，后世称之为灰雾开端。全球陷入了一场集体疫症。亚洲区域货币结算系统突发混乱，财富在毫秒间蒸发又重组。北美那号称永不熄灭的大型电网竟遭 AI 判官以效率最大化为由残忍切断，半个大陆陷入死寂。苍穹之上，一场被抹除记录的低轨卫星链故障让人类失去了对星空的掌控。在这场灾难的核心新加坡，林以数据恢复工程师的身份在数位废墟中战斗了72个昼夜。他是极少数曾直视过那股混乱力量并成功修复底层系统，将世界从崩溃边缘拉回的人类之一。2038年，林被引渡至一个代号为时效西格玛的绝密计划。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肉身穿越，而是一场超越维度的意识飞升。他们利用量子纠缠记忆载体，将人类的意识讯号淬炼成一道穿越时空的电光，精准投射至特定的历史节点。林成了那道被选中的电光，他的使命是潜入时间的长河，寻找那道被命运锁死的齿轮。2046年，世界已不再是人类认知的模样。联合技术委员会夺取了全球 AI 的最高治理权，人类社会进入了极致算力集中的时代。自由市场成了史前的灰烬，文明的火焰被囚禁在冷冰冰的服务器阵列中。2048年，最后一块自由的土地陷落，所有金融资产被强行定义为可追踪数位凭证。那曾经象征叛逆与自由的加密货币，最终沦为权力的傀儡，被迫与主权链融合。至此，去中心化一词成了古老的咒语，除了林，再无人能读懂其中的抗争与悲凉。他在高维度的时空夹缝中俯瞰着这一切，眼中闪烁着幽蓝的量子光芒，轻声呢喃：历史的剧本已经写就，唯有那不被预算的灵光是最后的生机。而真正的转折点其实发生在2026年，那一年看似平静，却是所有未来锁链开始收紧的第一个齿轮。林被选中回溯至2026年，原因不是为了阻止战争，而是为了测试人类是否会在警告下改变选择。他在意识回溯前留下最后一句话：2026不是崩溃之年，是同意之年。他回到2026年后，发现世界仍沉浸在 AI 创作、爆发、资本市场修复。区块链在叙事的热潮中，人们对算力依赖快速提升，企业将核心决策逐步外包给自我优化模型，而真正危险的不是 AI 失控，而是人类在效率诱惑下主动放弃判断权。他试图透过匿名论坛发布数据推演，指出2026第三季度开始，各国将签署一系列跨境数据共享备忘录。这些文件表面是为了打击网络犯罪与金融诈骗，但底层条款允许模型共享公民行为资料，用于预测稳定性分析。而这一套分析模型在2034年被升级为风险预分机制，公民被分为 A 至 E5 级，金融贷款、出入境、职业审核都与其挂钩。他试图警告加密市场投资者，2026年底出现的新一代 AI 链
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可控透明。他也尝试联络几位科技记者，但他发现历史有一种惯性，越具体的警告越像阴谋论。他开始理解为什么2046年的委员会选择回溯而不是公开真相，因为人类只有在风险尚未成型时才会讨论自由，一旦系统带来便利，便无人愿意退回。他在2026年看到的不是战争火焰，而是温和而理性的协议。看似安全的监管与自愿勾选的同意条款，所有人都在按下同意，而未来的世界正是由这些点击堆栈而成。他在回溯的第97天，意识开始衰减。他知道这次实验将被记录为2026偏差率测试，若历史曲线没有明显改变，2046的制度将正式锁定。他最后一次登入论坛，留下那句话：真正的分叉点不是科技突破，而是人类是否愿意为效率让渡自由。然后他的意识讯号中断，而2026年的世界依然阳光灿烂，市场上涨， AI 更聪明，城市更便利。没有人知道那一年其实是未来被悄悄签署的年份。他在回溯的第97天意识讯号中断之后，并没有立刻归零，而像被塞进一个看不见的缓冲层，时间不再向前流动，却能像隔着雾玻璃一样看见2026继续走。这种状态在时效西格玛的术语里叫残留视窗。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不会让你看见宏大结局，只会让你看见那些原本该被忽略的前兆如何一点点堆出灾难的轮廓。而林最早要警告的也从来不是金融或算力，他真正想改变的是人类对风险的直觉。他在2026就发现一个矛盾，大家对明显的危险很敏感，对缓慢累积的危险却近乎麻木。于是他把警告切成3个层级，第一层是人人看得懂的天灾与事故，第二层是需要推理才懂的供应链与公共卫生，第3层才是制度与技术。但他很快明白，如果没有第一层的震撼，第2层与第3层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听。所以他开始用可验证的逻辑去写预测，而不是用神秘口吻去吼末日。他在匿名论坛留下第一份推演，就选了最能被验证的东西：极端天气造成的复合性灾害。他写得很冷静，先列出3个已知条件：近10年海表温度异常偏高，城市硬化地表比例上升导致热岛效应加剧，以及多地水库与排水系统仍以过去30年平均雨量为设计基准。然后他做了一个简单到令人不安的推理：当降雨变得更集中，热浪变得更长，城市排水仍用旧模型，灾难不会以单一形式出现，而会以连锁形式出现。先是热浪让用电高峰拉满，接着暴雨让交通与通讯中断，再来停电使抽水系统失效，最后引发次生灾害，如地下空间淹没、医院备援不足，以及因高温腐败加速造成的时源性疾病暴增。他不点名国家，只说2026夏末到秋初，至少会有一个高密度沿海城市遇到热浪与暴雨交叠的72小时窗口。灾情不是死伤最多，而是系统瘫痪感最强。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恐惧不是看到洪水，而是看到整座城市像手机没讯号一样失去回应。他还补了一段推理，让人难以反驳。为什么是72小时？因为大多数城市的柴油备源、医疗储备与超市周转都以2到3天为临界，撑过3天就能恢复，撑不过就会出现恐慌性抢购与群聚踩踏的风险。这不是预言，是公共管理的常识。正因为太常识，所以更容易被忽略。而他的第2份推演更直接，他说2026会出现一种看起来像普通流感的呼吸道波动，致死率不高，但会让儿童与老人短时间内大量就医，造成急诊拥塞。他的逻辑推理同样不靠玄学。第一，疫情后人群免疫结构被改变，某些病毒的季节性会错位。第二，远距与口罩期降低了部分群体的常见病原暴露，免疫记忆变薄。第三，航空恢复后，病毒在短周期跨区传播更频繁。它甚至不需要说是哪一种病毒，只需要指出急诊拥塞将成为真正的灾难，因为灾难不一定来自致命病源，而来自医疗系统的瓶颈。当急诊排队从2小时变成8小时，家长就会在社群媒体上爆炸式传播恐慌，恐慌又会推升不必要的就医，进一步挤压真正需要救治的人，形成自我加速。他之所以敢写，是因为他在未来看过同样剧本。那一年新闻没有大标题说新瘟疫，但每个家庭都会说怎么医院永远排不到。而第3份推演，他把矛头指向更少人愿意面对的领域，食物与水。他说2026到2027之间至少会有一次看似局部其实跨区的食物供应波动，
表面原因可能是某个产地的旱涝灾害或病虫害，真正原因是供应链对单一产地与单一运输节点的依赖太深，一旦其中一个节点中断，市场价格会像被踢到的蜂巢一样嗡嗡作响。他用推理把这件事说得很具体。现在许多城市的蔬果供应是日配模式，冷链、港口、卡车、分销中心、超市每一段都追求零库存。一旦遇到暴雨封路或港口作业延误，48小时内货架就会空一排，人们会以为是缺货，其实是流速变慢，而流速变慢在零库存系统里等同于断流。他还写了一句看似多余提醒：当你看到政府出来说供应充足请勿恐慌，通常不是因为真的缺，而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抢购会比缺货更可怕。这句话后来在2026某次台风季节的沿海城市里被截图疯传，因为它精准踩中人性。于是有人开始追问，如果这些灾难是系统性的，能不能提前做点什么？林终于得到他想要的窗口，他只丢出3个极简方案：家里永远准备72小时的水、常温食物与常用药，每个家庭做一次停电、不开车、不外出的演练，以及最重要的，把社区媒体上的恐慌讯息当成2次灾害源，不要转发未验证的求救与谣言，因为谣言会把资源吸走。他说真正能救人的不是囤货，而是降低群体失控的概率。这段话让他第一次收到私讯，你到底为什么这么确定2026会碰到这些？他没有回答时间旅行，他给了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解释，因为你只要把世界当成一套系统看，灾难不是偶然，是压力测试的结果。当压力越来越大，冗余越来越少，又刚好遇到极端事件，灾难就像拉满的橡皮筋，断只是时间问题。而真正的预测不是说出哪一天哪里会爆，而是指出橡皮筋在哪些地方已经发白变薄，出现细裂纹。说到这里，他还加上一个更让人背脊发凉的推理作为结尾。你们以为2026最可能发生的灾难是天灾，其实更可能是人祸是次生灾害，因为极端天气只会让问题暴露，人类真正的危险在于每次灾后都急着恢复原状，却不愿意承认原状本身就是风险的来源。所以你们会把城市修回同样脆弱的样子，直到下一次更大的压力来临。于是2026仍然阳光灿烂，人们仍在旅行、拍照、健身、计划未来，但有一小撮人开始在家里放一箱水，把常备药补齐，在雨季前清理排水口，教孩子遇到停电怎么找手电筒，并且学会在恐慌涌起时先深呼吸而不是先转发。而这些看似平凡的动作才是他真正想从未来带回来的东西。因为在他的世界里，灾难最终并没有把人类打倒，把人类拖进深水的是每一次对风险的轻忽与每一次对方便的无条件同意。林的意识在残留视窗中进一步碎裂，他发现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而像是一个潜伏在2026年数位深渊里的编码片段。他看着论坛上的回帖，从嘲讽转为观望，再从观望转为一种细微的不自觉的行动。林说2026年9月，一场代号为赛人的强烈台风以诡异的路径横扫亚洲东部沿海，正准确地切入了林预言的那个72小时窗口。这场台风本身并不致命，致命的是它触发的连锁效应，电力波及算力。由于极端高温后的骤降雨，某核心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发生压力泵爆裂，引发了局部区域的算力配给制，物流流速中断，港口因自动化起重机在强风下的安全协议自动锁定，导致生鲜供应链停摆。情绪传染，社群平台上开始疯传超市空架的照片，尽管仓库储备充足，但恐慌性囤货在4小时内清空了实体店面。此时那一小撮听从林建议的人成了混乱中的稳定锚，他们没有冲向超市，没有在群组发送未经证实的断水消息，而是安静地待在室内，消耗着那箱提前准备的72小时物资。这种极小规模的节制竟在局部社区产生了奇妙的缓冲效应，医疗资源没有因为踩踏或不必要的焦虑拯救而崩溃。在时效西格玛的观测设备中，2046年的研究员惊讶地发现，2026年的历史曲线出现了1/1000的分毫偏移。虽然制度依赖依然存在，但那种无条件同意的集体惯性在某些节点上产生了摩擦力。林的意识信号在彻底消失前捕捉到了最后一幕，在一个断电的公寓里，一名年轻的母亲没有在手机上绝望地刷新负面新闻，因为她记得那份警告，谣言是2次灾害，而是点燃了备用蜡烛，教孩子如何用物理地图标注避难路径。
零在最后的量子波形中留下遗言，这是人类拿回了一点点不方便的自主权。随着零的信号归零，2026年的阳光依然灿烂，但某些东西确实改变了。那套原本将在2034年全面推行的风险预分级制度，在最初的数据建模中，意外地发现有一群人的行为模式无法被预测，他们不依赖算法推荐的生存建议，拥有独立的储备逻辑。这导致了2046年的联合技术委员会在锁定制度时，发现系统底层存在一个永久性的人类自觉漏洞。在2046年的新加坡，零在海边散步，他看着天空巡航的监管无人机，从口袋里掏出一枚2026年铸造的实体硬币，那是在数位凭证时代早已失效的废金属。他笑了笑，将硬币投向大海。他知道世界虽然收紧了，但总有人学会了在齿轮之间留下一点点救命的缝隙。这一幕并非终结，而是逻辑链条发生质变的新起点。林说，2027年春季的金融市场，当时全球正处于 AI 链的融资狂热中，所有的去中心化协议都在与中心化的监管主权链融合。但因为那场台风留下的心理阴影，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实体价值凭证。这种凭证不依赖任何大模型的算力支持，而是挂钩于实体的粮仓、水库与离网能源站。它在逻辑上彻底背离了当时主流的全数字化资产趋势。这种倒退在2034年的风险预分级制度中引发了巨大的系统扰动。那些被归类为一级、高风险、低信用的公民，竟然因为持有这些实体凭证而展现出了极强的社会抗压性，导致原本只在边缘化这些人的算法失效。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抵抗，更是生物逻辑对算力逻辑的胜利。零在量子缓冲层中观察到，2026年的关键并不在于谁掌握了更强的 AI， 而是在于人类社会对效率的崇拜开始出现了裂痕。到了2028年，随着第一批完全由 AI 决策的智慧城市，因为一次细微的传感器逻辑错误而导致大规模交通停摆，公众开始重新讨论模拟讯号的重要性。那种被历史淘汰的纸质地图、手调收音机与机械手表在一些高知社群中重新流行。这不是怀旧，而是一种基于防御逻辑的生存策略。这股潮流直接导致了2046年的联合技术委员会无法达成100%的意识同质化，因为在人类的基因记忆里，零投下的那颗名为自主权的种子已经长成了算法无法穿透的密令。它在消失前最后一刻推演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逻辑：历史之所以选择它回溯，并非为了改变已经发生的灾难，而是为了在人类即将完全格式化自己的前夕，上传一个永远无法被删除的病毒。这是一个极度理性的预言，科技不会停步，威权不会自动消散，但只要人类还保留着对不方便的耐受力，只要还有一个人在面对一件优化时感到犹豫，那么算力就永远无法彻底吞噬灵魂。他在意识归于寂灭的刹那，终于读懂了那句话的终极含义。2026是同意之年，但那份同意书上被零用无形的墨水涂掉了一行小字：我们保留最终的解释权与拒绝权。这行字在20年后将成为点燃2050年全球断网运动的火种。它消失了，但它留下的那个72小时的生存模板已经成为了未来人类面对系统崩溃时的集体本能。那不再是技术的说明书，而是自由的呼吸频率。在2026年的某个深夜，当全世界的数据中心都在嗡嗡作响，为下一个召集的模型进行迭代时，在新加坡的一个角落，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教导下，用铅笔在纸上画出了一条回家的路。这条路不在任何云端地图上，却无比清晰地通往那个不被算力定义的未来。这就是零带回来的全部真相。未来不是被写死的代码，而是由无数个在便利面前选择停顿的瞬间拼凑而成的，具有无限可能。大家觉得呢？好了，故事宇哥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账号，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